加乐这波又给大家整了个让同行都没活路的狠活儿，可以说是杀疯了，就像这样 KSI 你知道吧？Fire 的红。Unbelievable。先看我全新发布的 MD MODT 无敌套装，看我！这次我一共给大家准备了3款测试主板，它们分别是 Run 7 774 H4、Run 9 784 H4 以及 Run 9 794 H4。至于性能方面嘛，因为都是 ES32满血版本，不是后缀24的残废型号，所以和正式版的性能差距不足3%，基本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了。而关于价格，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只能说是相当的骚了。我还是直接给大家列个图吧。是的，我这波啊是 MD 的 ES 套组，价格比正式版低得多，当然也比用料规格比我们差一些，满载功耗比我们低30瓦的友商同款 ES 核心套组低得多，并我们这个是新款升级版，就这个核心型号全网最低，低起码大几百，你懂不懂加的含金量啊？而且我敢保证，这些都是刚从流水线上给大家掏下来的全新货，你就说牛逼不牛逼吧？吹牛逼算个屌，干牛屁股才厉害！快，等等，别冲动啊！快，别冲动！质保方面也是依旧联名 TOPC 官方，出厂都有进行质量检验和测试的，兄弟们大可放心。说完了这么多，我们直接来看产品本身吧。如你所见，主板是标准的17x17厘米的 ITX 版型设计，加乐的这3款套装只有核心部分出来区别。拿774 H4 ES 举例，上方的矩形是6纳米工艺的 IO 带阵列，它负责了 CPU 的内存管理、PCIe 交互、核心等各种重要功能。下方则是一个8核心16行程的单 CCD 设计，其中795 H4 等8核心以上的型号是2个 CCD， 在合金延迟方面可能会表现更差一点，毕竟有额外的交互传输距离嘛。说回供电方面，此次主板为6+1项设计 MP8761的60安一体 DRMOS， 理论最大供电能给到接近160瓦还是没啥问题的。而刚好哪怕是系列最强的795 H4 ES， 得益于能耗比较为优异的5纳米支撑，在全默认情况下单靠 FPU 加核显，就算跑满全部软显的150瓦功耗。此次的主板满载供电装甲的表面温度也才75，最高温部分并不是 MOS， 而是其他的电容电感部分。为了2次验证供电压力情况，家里也用了热敏测试仪紧贴颗粒20次胶原的数据，读取到的平均单粒 MOS 最大表面温度在75摄氏度上下，很合理哦，没有问题，完全能带到。供电方面其实是够的，并是 MD 的 MODT 嘛。另外在内存插槽部分是一组桌面端的 DDR5 规格，因为这是在布线方面走了背部 PCB 直连，同时优化并改进了 BIOS， 导致能轻松的做到桌面端认识的同频6000 C28 甜点性能，不算多么的屌，但也算是过得去了，绝对够用。这个频率比较合适，又不太容易翻车。刚好最近 DDR4 内存条因为产能问题，跟他妈理财产品一样疯狂涨价，那 D5 确实就不错了。而声卡方面，按照惯例还是99%主板都在用了传世经典小螃蟹 LC897， 板载有线网卡为 2.5G 速率，支持网络唤醒、PCIe 等功能的 8125BE。当然，这次的主板也依旧是额外赠送了一张联发科的 MT7902 无线网卡，供你直连 WiFi， 单买大概只需花费29元，支持蓝牙 5.4 以及 2.4G、5G、6G 等网络频段。你先别管便不便宜哈，反正都他妈送你了，就别挑剔了。至于其他拓展性节奏，我就懒得说了，直接给大家标出来。同时 PCIe 它为 4.0x4 速率没有任何阉割，并且除了正面有一个 PCIe 4.0x4 MDR 接口外，翻转到背面其实也有一个，一共2个 MDR 硬盘接口，讲道理也算合格。最骚的是，这次的ES 主板也还是给了一个 ARGB 接针，支持灯光同步，还有无敌的配套软件能够供你调节 RGB 灯光。是啊，即使是最便宜的 ES 我也给你整上了，直接化身 RGB 鬼火少年，闪瞎别人的双眼。最后在 I/O 方面 USB 确实有点不太够用，这倒是真的。哎呦，这就让人有点尬住了。但同时也给大家腾了一个实际速率的 Type C 接口，并且还带了一个 CMOS 清除按钮，这样当你超频折腾时，主板出现 bug 或参数校验失败，即可一键清空设置。我觉得这个价位的主板这样也是真的可以了。转到性能，这次为了合理标定，加来了目前英特尔阵营比较有性价比的 i5-1360K 和 i7-1370K 两兄弟，他们的具体价格如图，搭配上一张没有 CAP bug， 尽量不会加高电压导致蓝屏的 Z 系主板，算它650元一张的吧。整体看下来的话，比本期视频的774 H4 与784 H4 贵了接近1倍。至于规格，774 H4 和 1360K 比起来，算是多了2个大核，少了8个单键程小核。不过 AMD 这边也没有大小核设计就对了。而工艺方面 ，AMD 这边用的是台积电代工的5纳米，确实优于英特尔坚守之家多年的10纳米不少。另外在3级缓存上 ，AMD 也有些优势，而英特尔则是在每个核心分配到的2级缓存上更强一些。这个结论放到784 H4 和 1370K 上也是通用的，都是如此。比较刁的一点是，这次的所有 ES 也都配备了一个桌面端7700系数越龙上的同款610M 核显，4U2.2架构，6纳米
工艺符格、芯片组这些倒是正经的移动端，这个也没有问题。反正我是挺期待韧势架构的移动端 ES 实际表现的。而794 VHX 这个家伙，我们就不再多说了。毕竟之前视频有讲过，性能略弱于 i9 1390K，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看看。而关于测试平台，这里我为 i5、i7 们准备的是华硕 ROG Z790 Apex N-Core， 也是现阶段最强的英特尔超频主板。你别管这玩意多少钱，反正我们只算650元。毕竟用点什么壁板，我怕电压过高把我 CPU 一套带走了。说回超频，加了这两款套装，我们均在100小时内拉高功耗墙后，提升 0.2 赫兹的频率，并将内存条设定在前文我们提到过的6000C28同频。英特尔这边剧情很复杂，我手上的这个有点大嘞，妈的，我记100小时看标定电压最高要上到 1.35 伏才能默认用，同时 SP 分仅86，这就导致哪怕我不超频，默认情况下用 VKGLV360水冷来压制，在烤鸡时它也能蹦到270瓦功耗，98摄氏度的核心温度。实话实说，这个超不了，真的超不了。再给这颗 IC 上压力，它真的就要歇逼了，你知道吗？不带搞笑成分的。所以很遗憾，这确实没办法。但内存方面，我们是统一拉了个6000C28时序。有同学可能会问，为什么不拉7000到8000呢？主板我们算的650元，这个价位买的盖板能超啥内存呢？你就将就看看吧。正好，现在看一波他们的内存性能吧。虽然这波加了带货的是 AMD， 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英特尔自始至终在内存管理方面的优势都太大了。相较之下，隆起它真的就是新兵蛋子。不过在内存延迟这块，这次的 MODT 表现也不错，整体嘛，反正是不如蓝厂就对了。至于功耗释放，这里加了些一一放下不同 CPU 的 R3 烤鸡时的实测素材，避免大家说我搞假。当然，为了方便大家查看结果，这里我依旧编辑了一个柱状对比图供大家参考。其实除了大雷 1370K， 其他 CPU 在 GLA360 水冷条件下都是能完美压住的。同时12核规格的784 VHX 也能跑满我们设定的150瓦功耗墙，对比隔壁的 AMD MODT 120瓦不到的功耗设定而言，很不错了。同时不得不说 ，AMD 的优是真的接了，但是很严重，甚至令人崩溃的问题也有。你看，无论是774 VHX 还是784 VHX， 在超频拉完功耗后的温度都是不低的，甚至规格更弱一些的774 VHX 有着更严重的积热问题，都给我整懵逼了。这个我确实没想通是什么原理啊，可能单纯就是里面的导热介质没有涂好吧。而说到导热，虽然这次的 AMD MODT 套装的顶盖已经做了镜面打磨处理，同时每个核心上的柜子都统一更换为了相面片，这个点在主板支架上已有说明。但是过后的顶盖还是会隔绝一大部分热量的传递，不论你怎么设计和打磨都是无法避免的。这里我们在吸烤鸡时用热像仪器就能很轻松的观察得到这点。所以如果大家预算不足，导致系统散热较差，家里也是不推荐大家入手 MODT 的。当然，如果你家住东北福雷尔多的那旮旯，那就除外嘛。而关于全核心负载频率，虽然784 VHX 只有150瓦，774 VHX 受限于规格甚至只有118瓦，但他们在满载时也都能跑满5G赫兹的频率。这里的多亏了 AMD 的5纳米制程，100多瓦都能给你干到这个主频，也确实没毛病。接着来看理论性能，这里我们先跑了 CPU-Z， 不同 U 的成绩如图，这么犟呢？反正就是774 VHX 和 1360K 之间有着很明显的差距，但是一看价格，我又没啥好说的。至于784 VHX 倒是和 1370K 接近，当然价格差距也更大一些。如果是按照这个成绩而言，那么确实加了手头的780 VHX 算是性价比较为突出的一方。而转到 R3， 这里加了依旧是先展示一波测试画面，然后快速的带过一下各个 CPU 的测试结果，避免又有同学质疑数据真实性。我反正是把甲叠满了，都穿凉席到身上，避免破防了。这能说我，那我只有吃2喽。当然，为了方便大家查看，我也依旧给大家做了柱状图表。按照跑分结果而言，这4款 CPU 的结论依旧不变，和 CPU-Z 上大差不差。更多测试加了放在后面了。我们现在看大家比较期待的游戏环节，因为 2K、4K 分辨率负载更多的是在显卡上 ，CPU 基本拉不开差距。不信我们这里用隔壁碳基科技研究所的测试视频，1到2帧的差距几乎可以当成误差。高分辨率下，同显卡不同 CPU 也算是众生平等了。所以我们着重测试 1080p 分辨率，游戏光放的全高画质。这里3A 方面，我们跑了赛博朋克2077、古墓丽影2.0、极限竞速地平线5、黑神话悟空等。从结果上来看，其实帧数的差距远没有跑分那么夸张，甚至我可以说一句差劲儿不多。并加了讲了无数次，目前的游戏处理器核心优化一般都在8核左右，规格更高其实没啥明显的提升，不如你拉点频率上去。而这里面比较有意思的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在这里面774 VHX 的帧数偶尔能超过784 VHX， 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游戏的整个测试过程中一直如此。这不仅仅是前面我们讲到过的8核以上的规模对于游戏优化而言没有多大提升，更是 AMD 的8核以上的更高规格所诞生的双 CCD 设计所带来的跨核通信延迟反而会拖累游戏表现。综合下来，这就让单 CCD 设计且核心规模刚好吃满游戏优化的774 VHX 直接开香槟跳烧舞了。同时离奇的是，在3个游戏的实测过程中，加了这2款 MODT 在代表稳定性的%漏帧上竟然比英特尔平台更高，而且不是高的一点，是很多，这个就很诡异了。不是1-2个游戏，而是基本所有测试都如此。稍后我会把游戏测试原文件放进评论区，希望有大佬帮我们分析一下。也因如此，在%漏帧上，他们的差距都还蛮大的。这个我不敢轻易下结论，英特尔这边估计是被什么东西影响了，兄弟们不用太在意这个数据。我觉得我这套 AMD 的 MODT 还不至于这么强，单纯是测试问题。看完了3A 再来看网游，这里我们分别测试了永劫无间 CS2。
绝地求生大逃杀和彩虹6号围攻，他们的平均人数如图。这么说呢，英特尔平台的优势就真的比较大了。如果说3A 部分是众生平等的话，那么网游部分就是拉开差距。这其中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绝地求生大逃杀，在整个测试过程中，所有 CPU 的帧数幅度都有较大起伏。1360K 甚至会在某些情况下比774-5H3更弱一些，784-5H3又会在某些场景下比1370K 更强。我认为呢，这里的 MD 表现确实不错，但也总体就维持 i7 大于 i5， Run 9大于 Run 7。毕竟这个游戏对内存很敏感，又刚好英特尔只是个6000 C28嘛。同时在 CS2 里，1360K 的综合表现也优于1370K 1到2帧。我很吃惊，感觉这个事情很魔幻啊。于是我去网上查询了部分资料，发现隔壁硬件茶探老师在13代酷睿的评测视频中也有提到这点。在部分的游戏测试中，1360K 和1370K 的性能基本可以说是只有不到2%的堪比误差值的差距。行吧，就当是游戏优化问题，我不去深究了。当然，他们的1%low帧我也有测试，如图所示，整体看起来倒是没有前面3个游戏那么离谱，还是比较符合基本预期的。除了1360K 因为波动出现的成绩误差，整体的性能幅度维持前面的理论差距。好了，这么一通下来，我们再回过头看代表游戏理论测试的3D Mark CPU 测试跑分，其实不难发现，实际使用和软件模拟真的就是完全两种情况。在专项测试的高线程项目里面，这几款 CPU 的差距真不小，但实际游戏过程中其实吃不满这么多的核心资源，同时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差劲不多的。游戏方面，相信大家和我都看完了，大概了解了。那么转到日常使用和生产力部分，这里我们先跑了跑代表日常办公、上网浏览、PPT 制作、视频会议、文档编辑等日常模拟使用的 PC Mark 实测试。从结果上来看 ，AMD 的综合性能会略好一些，毕竟日常使用是单、多和轻度复杂。英特尔的大小核设计在部分老架构的底层应用上并没有特别好的优化，就会导致出现部分性能损失。不过说句实在的，其实差距也都不大，不会有啥特别明显的使用感知体验。最后来到比较关键的 SPECC 的领教问题，这里有各种专业生产力的负载测试，相当考验 CPU 的工作性能。他们的性能如图所示，可能这么看起来项目太多太杂了，同学们不是很好分辨，所以我抛开了部分差距不大的项目，只挑选2家平台性能幅度差异达到10%以上的测试结果。在这些项目中，通常都是英特尔的 CPU 有一定的领先幅度与优势，毕竟这些软件对大小核的优化与兼容性是非常棒的，同时能吃满英特尔的核心电延迟、内存高带宽优势。AMD 这里就是吃了双 CCD 与内存的亏，不过它也还是会在代表金融衍生定价模型比较吃 CPU 整数运算、多核心负载的 OP 中有较大优势，并这个软件会用到大量的if循环语句，而英特尔这边则是在代表流体力学计算比较吃内存带宽和浮点运算性能的 OF 中有较大的优势。你看是不是很符合大家对红蓝2家的 CPU 刻板印象？最后的最后，我们也跑了跑 Adobe 全家桶中的各项软件的普及的测试脚本，不得不说，带核显的英特尔 CPU 真的是比较强力的存在。Adobe 的很多软件都会对其单独优化并进行兼容，因此如果你是有相关的生产力需求，在有独立显管的情况下，也是可以选择带核显的英特尔 CPU 的。不过 AMD 这边的表现也不差，可以说误差也就10%，日常使用倒是不会感知出来就对了。我的评价是买谁都可以，用不出什么差距。课后总结，其实讲道理，很多 AMD 的 MODT 不是不能买，而是不够便宜。我认为无论是 ES 还是正式版，买它无非就看2点，一是性价比，二是风险大小。这次的加热帮大家把价格拉到最低，同时依旧是联动了 TUPC 进行官方质保，已经算是尽我最大努力做到完美了。这套板子一共几百片，卖完就没了，大家有兴趣倒是可以看看哦。